在这个手机都能拍 log， 传感器逼近1英寸的时代，运动相机真的很难做，因为它是一个泛焦相机，也就是说焦点始终被设置在了无穷远，你不需要对焦。这传感器如果你把它做大了，它的光学就会非常难做。那如果你要做自动对焦，来让它变得更好用一点，它可靠性会下降，违背了运动相机本身耐用的原则，就很矛盾。所以之前你看到 GoPro Hero 12网传的泄露参数，什么1英寸、240帧、4K 全面屏，我的反应就是这应该不太可能。运动相机现在已经卷不过手机厂商了。那事实上也确实就是这样 ，GoPro Hero 12在纸面上的参数和去年的 GoPro 11，你会发现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而 GoPro 11和前年的 GoPro 10也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传感器不一样。当然，这同样的话我也可以说给大疆的 Action， 不是针对 GoPro。我想说的是，运动相机这个行业它本身被使用场景还有芯片供应所限制，所以你很难再期望它出现一个大的参数上的突破了。那接下来几年，我预判应该都是这样。那要做出差异化，其实你会发现只能在软件还有这个配件生态上下功夫。GoPro 你说吧，我吐槽归吐槽，但它真的还是挺完整的一台运动相机。它有 5.3K 智能拍摄、8:7传感器、2.7K 240帧，各种别的东西都能让它有这些差异化。再加上今年有了这个 GoPro 的 GP Log、GoPro 自己的 Log， 还有别的体验上的优化，那听起来这玩意还是挺能打的。那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运动相机之王今年交出的答卷到底怎么样。今年的 Hero 12最直观的区别就是它在祖传的外观基础上加入了这种类似于泼墨风格的设计，和一些这个 Apple Watch 的表带很像。不知道你觉得好不好看？我个人一开始看着觉得很脏，但是看久了觉得还不错。别的你乍一看，除了这个数字，你真的找不出什么不同。配件和电池依然是通用的，升级也不会有什么成本，这都很好。但这个接口这里你可以再仔细看一下，你会发现和 GoPro 11是不一样的。GoPro 12机身底部现在被掏出了一个1/4的螺口，这个设计还是挺聪明的，在不改生态的同时，可以兼容很多传统而且有趣的配件。所以现在你再也不需要额外的转接，就可以把 GoPro 装到一些它绝对想不到会被装上去的东西上面，实现一个这什么吕布骑狗，挺好的。那当然，外观并不是 Hero 12的升级重点。今年的主题我觉得还是软件。首先 GoPro 带来了新的菜单布局。那熟悉 GoPro 的人都知道，之前的菜单虽然每年都有着大大小小的更新，但是很多参数的名字过于专业，一些常用的选项也都放在很深的地方，导致这个菜单就给我一种说不上哪里不对，但是用起来就不是很顺手的感觉。那今年的菜单整体都变了，很像 BMD 公司的 BMPCC 这台相机的感觉，比之前的调参要直观很多，大部分参数选项都是铺陈开来的，调参效率也要快上不少。同样的，你也可以快速找到 Log 这个选项，只要点一下就可以激活这个今年新加上的 GP Log。那它的表现到底怎么样？我会说比普通模式它确实要好用不少，也比 GoPro 过去那个平面模式调色空间会大不少。本身是10比特的色深，也能在后期进行很多复杂的调色操作，画面也基本上不会崩溃。但是这些都建立在你会向右曝光的前提之下，也就是说你要拍的比正常稍微往右曝光亮一点，这个基础之上。否则的话，你会看见如果只是自动曝光，噪点会非常多。而且最离谱的是，这个模式之下 ISO 的范围 GoPro 只提供了100到400，所以对于场景的要求会变得非常的严格，尤其是在室内拍摄这种画面的时候，这个暗部的噪点就基本上没有办法看了，所以这一点你要注意。那相比之下 Action 4的 Log 在这种场景之下就会可用很多，哪怕你是自动曝光，也不会像 GoPro 那样离谱，所以这个 Log 有点难评，但总比以前好一些。
所以 GoPro 这个 GP Log 吧，我觉得除非是在白天，或者是你特别需要和其他设备匹配色彩，也很想调色，否则我不是很推荐大多数人用这个模式，真的有点麻烦。不过如果你有一些大光比的场景，那这个时候 GoPro 的另一个更新，我觉得还是挺有用的，那就是 HDR 模式。这个很常见，很多相机都有，但是 GoPro 今年的算法我觉得做的还是不错的。Hero 12会通过机内的运算来实现一个更大的动态范围，在这个模式之下，你会发现明显会比 Log 模式还要好一点，也会比大疆的 Action 4要好一些。那锐度我觉得要比普通模式来得更高一点，但是可以接受。在一些大光比的场景，比如说车内或者有窗户的室内，那光比都能被控制得更好一些。那最大的 ISO 也有1600。所以大部分情况之下，我觉得如果你不想深度调色，或者是环境光不足，这个模式应该都会更好一些。那当然，因为占用了算力，所以你也要付出一些代价。就是16:9的比例下，目前 GoPro 只能拍摄 5.3K 的30帧，或者 4K 的60帧。那视角最高也只有 Super View， 没有那个 Hyper View。机器也比录制普通模式会要更烫一些，续航也会短一些，这都需要注意。那讲到这里，参数上除了 HDR 还有 Log，Hero 12的参数真的没有什么可以讲的了，就是一些录制规格还有分辨率比例有了一些变化。除此之外，依旧是最大 5.3K 60帧的录制规格，所以之前 Action 4的评测里面我说的观点，依旧适用在 GoPro 12上面。它们两者的动态范围或者解析力，在白天的情况之下 ，GoPro 的表现我觉得是会更好一些的。但是到了自动白平衡还有夜景表现上 ，GoPro 我觉得已经落后了。Hero 12这次在自动白平衡上依旧是不忘初心，在水下或者是光源复杂的环境之下，它的白平衡会偏移，也间接导致了肤色还原的不准确。那到了夜景上也基本上就是一样的情况，得益于更大的像素面积，现在 Action 4的画面噪点会明显要比 GoPro Hero 12要更低一些。那夜间的防抖表现之上，虽然两者都算不上优秀，但是正常行走的情况之下 ，Action 的画面拉扯情况会比 Hero 12要明显的好上很多。所以如果你要买 Hero 12，你一定要想清楚你自己究竟有没有很多夜景或者是水下拍摄的需求。如果有的话，那我现在还是会更推荐买 Action 4，或者等还有一家公司的产品。我只能说到这。那虽然 Hero 12这次画质上没有明显的升级，但是防抖倒是又更新了一代，到了 Hyper Smooth 6.0 版本。那相比上一代增稳，本质上它没有新的增稳模式加入，但是裁切系数上得到了优化，算法也被改进了，能够自动检测场景来调整这个裁切的模式。那这还是挺不错的，在增稳的同时，你现在可以获得更广一点的画面，那综合画质也会好一些。所以测试下来，我们团队目前最喜欢的应该是8:7格式的 4K 50帧。或者是16:9的 4K 50帧 HDR 格式，那前者的8:7画幅上下多出的空间，能够给你很大程度的这个二次构图选项，不管是竖屏还是横屏都可以。而且哪怕是只看这个方形的画面，你不做任何的二次构图，我也觉得还是挺有质感，有这么一种电影机拍 OpenGate 片门全开模式的感觉。那后者则是能让你有更好的动态范围表现，再加上 GoPro 的一些特殊的延时模式，也能为你自己的样片提供一些不一样的画面。发热和续航一直是 GoPro 遥遥落后的点，那我也会说这次 Hero 12确实在这两个方面下了一些功夫，但是还是没能够超越 Action 4，但是比 GoPro 11 Hero 12能够在 5K 60帧还有 4K 120帧的录制下多整整1倍的时长，这是官方说的，这听起来非常诱人，对吧？但在我们的测试过程之中，室温环境之下 Hero 12在 5K 60帧录制29分钟左右会因为过热而停止录制，而 Hero 11是19分钟，4K 120帧之下是25分钟 ，Hero 11是20分钟。那其他模式的优化，我觉得则是更加不明显一些。这我只能说，相对 GoPro 11，它确实进步了。但是 Action 4录到电池没电相比，还是差了一大截，也没有官方说的那么强。而且这个续航优化，我觉得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阉割掉了 GPS 来换来的一点提升。没错，你没有听错，今年的 GoPro Hero 12反向阉割，去掉了 GPS 模块。那这一点对于骑行党来说就会非常蛋疼，他们的 App 里面甚至还有这个设置选项，但是你点都不能点，很多数据没法像之前那样放在视频上来体现你的速度还有你的位置信息。我只能说 GoPro 是真的细，大概率之后会出一个和 Action 4一样带 GPS 的控制器，然后再来割一波，应该是这样。而之前在 Hero 11上我有说过，它在续航上的另一个痛点就是没有快充，那到了 Hero 12它还是没有。电源管理方面 GoPro 是真的没有升级，这么多年了，我是真的哭死。你要知道隔壁的 Action 4现在能在18分钟左右充到80%，50分钟能够充满，也有充电管家能够充3块电池。GoPro Hero 12
还是需要110分钟左右，快2个小时才能充满这个机身。这就直接让 GoPro Hero 12的存在感变得非常的强，但这种强我觉得是一个贬义的词，你会心里时刻惦记着它是不是会过热或者没电。所以哪怕 GoPro 在这一代加入了时间码这些专业的功能，但是如果你有长时间的拍摄需求，这个综艺的多机位或者别的什么，我说真的还是挺会担心它的可靠性的。可能最理想的方案还是得买这样一个接口，再加100多块钱挂一个充电宝，这样会好用很多。那收音方面 ，Hero 12最大的升级就是它支持了蓝牙耳机，可以在车内通过耳机语音操控车外的 GoPro 来进行录制，或者你可以通过蓝牙耳机来进行收音，录到你的这个人声。这听起来是很不错的一个想法，对吧？其实 Insta360以前也试过这个模式，也是我看完发布会之后非常期待 GoPro 能把它做好的功能。那实际使用中，语音控制确实还是非常好用的，不用手机连接相机再来进行控制，对于开车或者骑行都会安全很多，也非常准确。但是如果你要用蓝牙来收音的话，就像宣传中说的那样，你要做好这个声音完全不可用的心理准备，大概率就是这样。Now introducing the new GoPro 12. Now introducing the new GoPro 12 with this. 这个收音我觉得是真的不好使，而且有一点是，当你用耳机连接 GoPro 的时候，这个耳机就是一个纯粹的控制器，也就是说它不能像耳机一样继续听歌了，只能控制，这就非常离谱。所以不知道后续 GoPro 能不能有一个方法，能够让我们实现听歌加录制这2个功能。目前我觉得这个功能只能适合骑行佬会比较有帮助，连接上一些带有蓝牙耳机的头盔，这体验感确实挺棒的，也能收到比较干净的声音了。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我真的觉得 GoPro 不如把这个祖传的前屏给换一个，对吧？这 GoPro 9到 GoPro 12，GoPro 是真的能忍，硬是不换代。到了今年，你依然不能通过触控来调整参数，还是得把这个设备给翻过来再来进行调整，真的非常阴间。那除了支持蓝牙耳机，这次 Hero 12在音质上它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我们也在2种场景之下和 Action 4进行了对比，你可以听一听，感受一下它们各自的音频处理是什么样的。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是我以正常音量在骑行场景中发出的声音，你可以听听看这2台机器的收音表现，你觉得哪一台会更好呢？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是我以正常音量在骑行场景中发出的声音，你可以听听看这2台机器的收音表现，你觉得哪一台会更好呢？现在你听到声音是来自于大疆 Action 4的声音，你可以听一下这个音质怎么样，背景里面有一点点飞机飞过的声音，你可以感受一下，然后把声音转到 GoPro Hero 12，你可以听一下，现在是 Hero 12的这个声音，背景里面有一点飞机噪声，然后我们转到 Action 4，你可以再听一下 Action 4听起来如何，然后是 GoPro Hero 12，这样来回的切换，你应该能够明确的感知到到底哪一个相机有更好的音频。之前在 GoPro 11的节目里面我就有说过 ，GoPro 一直猛推的这个媒体模块不好用。这个观点我继续保持，在过去 GoPro 10、GoPro 9、GoPro 8的评测里面，我都说过别买这个媒体模块，因为它真的比较坑。GoPro 12没有变化，装上这个模块之后，它的音频会起到负优化的作用，能使你的音频比机身本身录出来的还要糟糕。那唯一能提升音质的方式就是装上一个外置的麦克风，但是这样又会遇到接线的问题，而且很容易漏插，而且电频也不好调，它本身的放大器也不是很好。我是真的希望 GoPro 能像索尼这样出一个类似于 ECM M1 的麦克风，体积小，音质好，还能切换8种收音模式，而且不用接线，这个真的很重要，能够直接插一个 M1 热靴就能用。GoPro 它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很可惜 GoPro 还是没有更新这个媒体模块。之前 GoPro 的遥控手柄我觉得已经非常好用了，那个 Volta 手柄说真的就差麦克风这一口气了，但是 GoPro 就是不做。所以到了如今这个时点，你会发现国产的运动相机的生态，不管是大疆还是影石，都已经很丰富了，我觉得挺好的。GoPro 的配件优势正在变得越来越小。今年新出的这个 Boom 配件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我自己也买了，在骑行的时候能够拍出很酷的视角。而 Max 2.0 这个扩展镜头能让 GoPro 画面变得更广，这个对我来说吸引力不算特别大，即便 GoPro 说它是最重要的配件。177度视角的确很广，但它带来的畸变也很夸张，除非你是滑雪的人，否则我觉得不算特别实用。所以总的来说 Action 4还是我当前更推荐的运动相机，主要是价格也是它的一大因素。 GoPro 的标准套装已经购买 Action 4的全能套装。哦对，还有这个售后，这个我必须得说，以前我一直想讲，售后这对运动相机来说还是挺重要的。GoPro 它其实有一个会员订阅计划，在海外你每年付个费，设备坏了就可以无条件更换，还有很多的权益。那在国内 GoPro 的官网上，你会发现你确实有买这个服务的界面，388块钱1年有换机服务，但是你会发现有个3这个字，如果你顺着这个3往下看，它里面有一行字，再有个链接，你点进去，
你会发现中国居然是没有换机服务的，这就抽象，这不是忽悠人吗？根据目前已知的信息 ，GoPro 的售后问题，我觉得还是挺多的。毕竟国内没有专门的维修团队，能做的事情就非常有限。所以说到这儿，今年做了这么多运动相机的评测，我们团队自己心里也觉得有点疑惑，真的很难讲这些设备了。他们的画质越来越接近预知，每一代的差别越来越小。他们真的有必要1年1更新吗？只是为了驱动更多人去买这个相机？但其实有的功能真的就是软件上更新一下就能解决的。1年下来，我觉得还没运动几次，又有一些新的机器冒出来。这些设备本身也不便宜，毕竟一台设备的价格已经快够你办2年的健身卡了，这就离谱。但是软件维护的时间却非常有限，所以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有一样的想法，就是觉得运动相机更新的有点太快了。那你会更喜欢哪台运动相机 ？GoPro Hero 12还是大疆 Action 4？欢迎打在弹幕上。其实 Hero 12我真的觉得还挺好的，没有什么问题，挺完整的。可能唯一吐槽就是要是有个磁吸配件，然后它的价格能够再下来一点，到2500块钱左右，那我觉得我的接受度会更高一些。你会买它吗？欢迎打在弹幕上来告诉我们。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也请点赞、投币、3连转发，这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